醒了就签字。乔雨涵，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家，也是你家。我家？不是，我昨晚明明刚跟死党喝完酒，是顾冉冉送我回宿舍的。顾冉冉，叶璇，到了今天，你还要拿他来恶心我？什么恶心你？我跟顾冉冉谈恋爱，关你什么事？为了拖延离婚，你连装失忆这种把戏都用上了。离婚？谁结婚了？我才大3 ，21岁，离哪门子婚？叶璇，迟到3次，扣操行分。乔雨，你一天不抓我难受是吧？你一天不犯错，我也不会看见你。不对啊，她不是大学里天天抓我迟到的学生会女魔头吗？我怎么可能跟她结婚还要离婚？乔雨涵，你是不是还记恨大学那点事？你是不是故意整我？大学，叶璇，那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8年前，这是我……不然呢？我和你结婚了。结婚6年，现在准备离了。市第一医院建议患者尽快进行神经系统复查。2033年，8年后，我一觉醒来，直接跳到8年后，还跟自己的死对头结婚6年，现在他要跟我离婚。这个孩子是谁？叶璇，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识了。我的女儿？你不记得，不代表我和乐乐经历的事没有发生。你出去，我不想跟你在这个状态下吵架。不仅结了婚，还住这么大的别墅，这8年我到底干了什么？爸爸，我不是故意弄脏地板的，你别生气。你叫我什么？爸爸，你今天不会摔东西吧？我的女儿竟然这么怕我，这8年里，我到底把这个家毁成了什么样？他刚才那句"你今天不会摔东西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过去难道经常在家发脾气，摔东西？爸爸不摔东西，爸爸先不过去，你觉得安全的时候再和爸爸说话。乐乐，没事吧？没事，但水洒了。没关系，李婶儿。李婶，带乐乐去换件衣服，准备送她去幼儿园。哎，好的，太太。乐乐，跟李奶奶走吧。雨涵，我刚才没有发脾气，而且我在房间里说的是实话，我的记忆真的出了问题。我不知道这8年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叶璇，你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不是一句不记得了就能一笔勾销的。我知道，可我至少要知道我到底做过什么。想知道就自己去看，你的手机、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流水，都比我的话更清楚。你要是对离婚协议没意见，签完了放在桌上就行。聊天记录、转账流水，这8年我到底留下了多少烂摊子？如果他以前也这么笑过，那一定是我亲手把他吓成现在这样。阿璇，上次我看中的那辆车，首付我还差一点，谢谢阿璇，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对了，宇辉哥说那个项目非常有潜力，回报率极高，你那边决定的怎么样了？公司账上资金很紧，我再看看。只要签了这份协议，沈宇辉答应把最好的资源给你的公司，你还不信我吗？这份500万的项目合同可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的。频繁索取大额钱财，还让顾冉冉干预公司的项目决策，过去的我到底是有多蠢？乔雨涵要离婚，不是没有原因，乐乐怕我，也不是没有原因。看来你终于开始查账了，可惜已经晚了。有人知道我在查账，也就是说，这8年的烂账背后不止顾冉冉一个人。那条匿名短信到底是谁发的？叶总，早上好。叶总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平时不是经常10天半个月不露面吗？看他脸色不太好，估计今天心情差。咱们少说话，多做事。他以前发脾气的样子，你又不是没见过。连员工都这么防我，这8年，我到底留了多少烂摊子？甄平，请财务总监来一趟我办公室，带上近期所有的财务报表和欠息名单。好的，叶总。叶总，您找我？张磊，你给我交个底，公司目前的真实财务状况到底怎样？
叶总，情况非常不乐观。这是最新的资产负债表和员工薪资单，目前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已经不足80万了，但是下个月我们需要发放的员工工资缺口高达120万，另外房租以及拖欠几家供应商的款项加起来大约80万。最棘手的是，之前您执意签下的那份永恒资本的对赌协议，对方要求的指标极其苛刻，如果我们近期无法达标，按照违约条款，公司将面临300万的违约赔偿。那我们现在的总风险敞口是多少？工资、欠款，再加上这300万的违约风险，公司目前的总风险敞口已经接近500万了。如果处理不好，资金链随时会彻底断裂。顾冉冉的那个永恒资本项目，果然是个大坑。张总监，情况我了解了，从现在开始，保存全部的合同原件、付款记录和盖章流程，我要全面核查。今天起，公司任何一笔资金支出必须由你和我双人复核签字，没有我的同意，1分钱都不能动。明白，叶总，我这就去落实。顾冉冉，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现在还不是发火的时候。阿璇，今晚有空吗？我想跟你当面聊聊那个开高档餐厅的新项目，晚上我们见一面好不好？好，晚上见。阿璇，你来了，先坐吧。电话里你说有新项目要谈，这是我新筹备的高档餐厅，选址 CBD， 预计1年就能回本。等开业了，营销推广全交给你公司，这笔稳定的业务刚好也能帮到你。排版倒是精美，全是概念图和乐观的收益预测，但具体的财务数据十分模糊，实际预算严重虚高。前期投入需要多少？大概500万。既然是商业项目，那我们就按规矩谈。我只问3个问题。你说。第一，你说选址在市中心 CBD， 那么店铺的租赁合同在哪里？有场地方的意向书吗？因为资金还没完全到位，所以房东那边暂时还没签纸质合同。第二，这500万的预算依据是什么？硬装、软装、设备采购以及前期的运营成本，具体的明细报单在哪里？阿璇，这只是个初步的商业计划，具体的明细我之后可以让团队再补一份。第三，抛开这个新项目不谈，我查过我个人的银行流水，过去2年我向你转账累计超过600万，我想知道这600万的具体用途是什么？阿璇，最近是不是因为公司的事情压力太大了？没关系的，其实只要这个项目做起来，你就有足够的底气了。只要你乔雨涵分开，等你们办完手续，他手里的那些人脉和商业资源以后也是我们的。到时候别说500万，我们的事业会做得更大。原来过去的自己就是被这样虚伪的利益和算计所蒙蔽。顾冉冉，这是我和妻子的婚姻，轮不到你来计算。这顿饭我买单，如果你能提供那600万的用处账单，可以发给我。阿璇，你等一下。关于那600万，我不是故意瞒你的。前段时间我奶奶突然查出重病，重症监护室，几次大手术，把钱都花光了。我怕你工作忙还要为我分心，才没敢告诉你。600万不是小数目，如果真的是用于治病，请把这2年的医疗账单和具体的资金用途发给我的律师核对。律师阿璇，我们之间难道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你连我奶奶的救命钱都要派人查？既然你拒绝提供，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乔总，已经确认了，叶总下班后确实去了市中心的那家高档餐厅见顾冉冉。早上在家里信誓旦旦地说记忆出了问题，想要理清一切，晚上却还是去见了他。露娜，去那家餐厅。乔总，我们要去当面对质吗？我只是去当面确认一下，如果他还是准备继续这段婚外关系，那属于家庭的底线也该有个了断了。糟糕，手机落在包间了。雨涵，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打算继续之前的选择。顾小姐还在楼上吗？在，我刚才已经跟她谈完了，手机落在包间里，正准备回去拿。正好，我也有几句话需要当面跟顾小姐确认，一起上去。乔总，真巧啊，你也来这里吃饭。顾小姐，请不要随意触碰叶总的私人物品，以免重要聊天记录被删改。顾小姐，为了避免日后的纠纷，接下来的对话我会全程录音。我只问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叶璇有妻子和女儿？乔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和阿元只是谈。顾小姐，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又怎么样？阿元早就答应过我，他会跟你离婚的。叶璇，这是他说的，现在我想听听你的回答。我承认，过去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确实存在，那是过去的我做错了。但是从今天起，所有非工作层面的联系全部停止，相关的纠纷交给律师处理。阿璇，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既然叶璇已经表态，顾小姐，这是一份夫妻共同财产核查通知，涉及叶璇过去转你的所有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的支出，我会让律师依法进行全面核查。顾小姐，稍后我们的律师团队会正式联系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责任，请您配合说明之前的资金用途。叶璇，你真以为断了我，你公司那500万就能回来吗？阿璇，你别忘了，你当初为了我，可是亲口说过连妻子和孩子都可以不要的。现在当着他的面，你装什么好人？过去是我做错了，我该承担的责任我不会逃避，但我也说得很清楚，
从今天起，所有联系交给律师处理。把陆平给我关了！顾冉冉，冷静点，不要在这里撒泼。你今天倒是表现得干脆，但你突然改变态度，不仅拒绝了他，还愿意配合律师核查财产。你是不是又想从我这里拿钱去填你那个500万的窟窿？你可以继续不信，我也不会要求你现在信。公司的麻烦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露娜，我们走。乔总，您的脚踝是不是刚才进门时不小心踩到杂物扭伤的地方又疼了？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下脚伤吧。不用了，露娜陪我去就可以。现在的我还没有资格要求她依赖。好，那我跟在你们车后面，确保你们安全到医院。没什么大碍，就是踩到散落的杂物导致的轻微扭伤，没有伤到骨头。谢谢医生。回去注意休息，前2天冷敷，之后热敷，尽量减少走动。你愿意让我扶你吗？他今晚跟顾冉冉划清界限那么干脆，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你今天的表现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我也说过，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不记得这8年，但我知道，道歉没有资格换取原谅。我只会把该做的事做好。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只记得21岁大3那年的事，那你知不知道乐乐是怎么来的？对啊，我记忆里还是个大3学生，怎么会凭空多出一个5岁的女儿？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然我在这8年里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伤害，甚至让你到了要随时防备我的地步，那为什么这段婚姻还没有结束？因为乐乐。这几年，因为你在家里频繁的发脾气、摔东西，乐乐出现了非常严重焦虑症状。医生建议过，对于这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突然改变家庭结构，可能会让他更加恐惧和不安。而且，你父母也曾私下找过我，二老身体不好，他们苦苦哀求，希望我能为了孩子再给你一次机会。原来这个家之所以还在，全靠他为了女儿和长辈在苦苦支撑。但这不代表我会一直容忍。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让律师收集你转移财产和婚内过错的证据。我原本已经准备好正式提出离婚了，所以今晚你的改变，我没有承诺原谅你。等乐乐的心理状态稳定下来，我仍然可能选择离婚。我明白，过去那些错既然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承担。你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接受。他竟然这么坦然就接受了。妈妈，你们是不是又在吵架？或许我待在这个房间里，本身就是对乐乐的一种压力。乐乐别怕，爸爸和妈妈没有吵架，只是在说话。爸爸先出去，你陪妈妈。妈妈，爸爸刚才真的没有发脾气吗？他今天会不会又把东西摔坏？没有，爸爸刚才没有生气，我们也没有吵架。乐乐不怕，妈妈陪你。我欠他们的不仅是道歉，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这8年留下的烂摊子彻底清理干净。叶璇，你昨晚在餐厅闹那么一出，害我在朋友面前丢尽了脸，而且还弄坏了我的衣服，害我受了惊吓。你必须赔偿我昨夜冲突造成的损失。好，既然要谈损失，我们当面谈清楚。你不是说你奶奶在住院吗？我们就在医院见。算你识相，市第一医院住院部楼下见。张律师，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阿璇，这位是？这是我的律师张律，今天来是正式向你送达2份文件。顾小姐您好，这是叶先生委托我向您正式送达的停止骚扰通知函以及财产核查告知书。从今天起，请您停止对叶先生家庭的打扰。关于叶先生过去向您转账的大额资金，我们将依法启动核查程序。核查？叶璇，你什么意思？那些钱明明都是你自愿给我的，是赠与，既然是给我的，凭什么要查？顾小姐，关于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属于无条件赠与、附条件借款，或者是否涉嫌侵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仅凭您一句自愿赠与来定性，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来依法判定。如果您坚持是赠与，请在后续程序中提供合法用途证明。好，你要证据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听听什么是自愿。钱不是问题，只要你帮我拿到永恒资本的项目，你要多少我都给。看你这下还怎么查？永恒资本，原来顾冉冉是把这个项目作为筹码。沈宇辉，这件事绝不简单。有了这个录音，看你还怎么追究那些钱的去向。顾冉冉，谢谢你提供的录音。这段录音恰好证明了这笔钱不是单纯的个人无条件赠与，而是与商业项目直接挂钩的利益交换。顾小姐，既然涉及商业利益往来，资金的去向就需要依法核实。根据初步调查，过去2年叶先生向您转账累计超过600万。您之前声称是为了给奶奶治重病，但我们核对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被用于支付您名下房产和车辆的首付。您承认这部分资金的用途吗？那是阿璇看我太辛苦，自愿送给我的，这属于赠与。即使您主张这部分是赠与，我们还查到有一部分资金在进入您的账户后，很快又流向了永恒资本的关联账户。
此外，账目上还有2笔大额支出，完全缺乏合理的用途说明，这已经超出了个人赠与的范畴。顾小姐，请您解释一下这2笔钱的具体去向。那2笔钱，我花掉了，那是我的个人隐私。阿璇，你干嘛非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你之前可是答应过会跟乔雨涵离婚的。乔雨涵那么有钱，你们结了婚，离婚你肯定能分他1半财产吧？到时候分个几千万，你不仅能还清公司的债，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啊！顾冉冉，我和我妻子的财产轮不到你来计算。张律，今天的核对就到这里，相关的通话和资料我们已经保存，后续如果他无法提供合法用途证明，直接走法律程序。好的，叶总。他真的要走法律程序了，我该怎么办？对了，宇辉哥。喂，什么事？宇辉哥，出事了！叶璇他今天带着律师来找我了。找你干什么？他开始查账了。他不仅不肯再给我打钱，而且核对了我买房买车的首付，还查到了有资金流向了永恒资本。最可怕的是，律师还在追问那2笔去向不明的大额资金。宇辉哥，万一他顺藤摸瓜，查到我们做局坑他那500万的事。叶璇开始查账了，不用管他，让他查。他现在公司账上没钱，连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只要那500万对赌协议的违约期一到，他的破公司就得彻底清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拿什么来查？张律，辛苦你跑一趟，顾冉冉那边的资金追查，还有永恒资本的对赌协议，就全权交给你了。好的，叶总，我会尽快出示法律意见，并跟进后续的合法追讨程序。公司的烂摊子和顾冉冉的纠缠，律师会去处理。但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8年的空白里，我到底对家里人做了什么。找我什么事？如果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项目来借钱，我劝你趁早挂断。姐，对不起，以前是我混账，我今天打给你不是来借钱的。刚才我带着律师去跟顾冉冉对证了，以后我和她的所有纠纷全部走法律程序。终于舍得断了，叶璇，你愿意改是第一步，但我早就说过，做错了事就得承担责任，别拿你那所谓的失忆当逃避的挡箭牌。我知道，我不记得不代表那些事没发生过，只要是我造成的伤害，我就会负责。姐，我今天打给你是想请你帮我推荐一位靠谱的婚姻律师，还有一家专业的神经科医院，我想去做个全面的医学检查。另外，我想问问，我这几年到底是怎么对家里人的？为什么我的手机里连爸妈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你还好意思问？这几年，你为了你那个破公司整天不回家，一回家就因为外面的烂项目跟雨涵大吵大闹，甚至把气撒在孩子身上。乐乐现在那么怕你，全是拜你所赐。那爸妈呢？1年前，你为了给顾冉冉拉资源，非要签一份高风险的合同，爸妈极力反对，你不仅不听，还和他们大吵一架，单方面宣布跟家里断绝了往来。我跟爸妈断绝了往来。不仅如此，你为了填补你公司的窟窿，甚至偷偷把雨涵奶奶留给他的传家手镯给卖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爸妈才对你彻底失望。我不仅跟父母断绝关系，竟然还卖了于涵的传家手镯。难怪雨涵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那么深的防备。这条丝巾不错，适合于涵平时的穿衣风格。既然你不知道送什么，就挑件实用的普通礼物，别去买那些几10万的浮夸东西。姐，这丝巾挺好，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就好像我只是在完成一个买礼物的任务。叶璇，你能这么想，说明你真的变了。雨涵这8年最缺的从来不是钱，她需要的不是礼物有多贵，而是你是否还记得她真正重视什么。你过去这几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想用钱去摆平家里的一切矛盾，用钱来代替你本该给的陪伴。真正重要的东西，姐，我想起大学时她有一本一直随身带着的设计手稿，以前好像被我嫌弃占地上扔进了别墅车库的旧纸箱里，我要去把它找出来修好送给她。去吧，这比买什么都强。原来你还在这里，师傅，这本手稿对我妻子意义非凡，请您帮我重新装订，清理内页，尽量保留它原本的样子。纸张发脆了，修复起来需要精细的手工，你过2天来取。没问题，只要能修好就行。先生您好，这套绘本一共是128元。好，200多块，我好歹也是个公司老板，科润账户竟然几乎见底了。原来这几年我不仅败光了公司的流动资金，连自己的底子也全掏空了。变卖妻子传家宝换来的100万，竟然也立刻填进了永恒资本那个深坑里。乐乐，爸爸回来了。李婶，乐乐吃晚饭了吗？乐乐今天在幼儿园可能有点紧张，回来一直说没胃口，晚饭基本没怎么吃。我带了一小块蛋糕，配料挺干净的。既然他没吃晚饭，现在适合给他吃一点垫垫肚子吗？没事的，先生，少吃一点没关系。乐乐，李奶奶说你没吃晚饭，爸爸带了一小块蛋糕，如果你饿了，可以自己过来吃，如果不想吃就放在这里，爸爸不逼你。爸爸，这个放在哪里？好，爸爸帮你一起找。这是乐乐这几年来第一次主动去接近叶璇。你看，它的颜色和这片树叶很像，放在这里试一下。下班了。乐乐，时间不早了，该跟李奶奶去洗漱了。你今天不仅没去公司，还花心思给乐乐买礼物，陪她做这么久。你突然变得这么有耐心，是不是想找我商量什么事？
给我看这个干什么？你这几天在家里表现得这么克制，难道是公司资金链彻底断了，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替你注资？这是玄景传媒最新的真实财务报表，还有我个人的账户流水明细，你可以看，但你不需要替我填公司窟窿。那些因为我错误决策造成的债务，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是我今天去旧书店取回来的，信里是我对过去的简短道歉，没有附带任何复核的要求。这是我大学时期最真实的设计手稿，记录了我最初的梦想，却曾被暴躁的叶璇嫌弃占地方，粗暴地扔进了车库纸箱里。手稿我收下了，但这不代表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我明白。明天我想去见见爸妈。你知道他们已经搬家了吗？搬家了？他们去了哪里？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1年前，你为了顾冉冉介绍的那个项目和爸妈大吵了一架，甚至单方面宣布跟家里断绝了往来。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过问过他们。不仅败光了公司，不仅卖了妻子的传家宝，我竟然连亲生父母都不认了。这8年，我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混蛋？雨涵，这件事太不正常了。就算是再怎么变，一个人也不可能连父母都不管不顾。我想去医院做个全面的医学检查，我想知道我的大脑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我失去了这8年的记忆。你能以家属的身份陪我去一趟吗？只是客观的提供一下病史。从影像学结果来看，叶先生的大脑没有明显的器质性新发病史，但结合量表结果和乔小姐提供的病史，在临床上，我们初步判断可能存在创伤后逆行性失忆。医生，他的认知回到了大学时期，这正常吗？这是大脑遭遇巨大压力启动的自我防御，屏蔽了近8年的记忆，退回到了他潜意识里安全的21岁。但我必须提醒你，失忆不能抹去他过去的行为，伤害已经造成，家属也要做好心理准备。雨涵，医生的话你听到了，我不是另一个人。我只是失去了记忆，但这具身体是我那决定也是我做的，所以过去的账仍然算在我身上。我对这个家造成的伤害，该我承担的，我1分都不会逃避。既然你愿意承担，那公司那边的麻烦，你打算怎么收场？叶先生，稍等一下。我刚才查阅了系统里的历史病历，发现在8年前，你曾有过一次相关的就诊记录。8年前，你是否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事故？严重的事故？8年前，我完全没有这段记忆。医生，病历上具体写了什么？这是一份电子化的急诊存档摘要，记录显示，8年前你曾因为外部创伤导致过短暂的意识模糊和记忆混乱，在急诊留观过，但因为后续没有复查记录，所以缺乏详细病因。8年前，那时候我们快毕业了，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我当时为了准备毕业设计，经常在画室闭关。我只记得你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说家里有事请了几天假，但你从来没提过什么事故。时间太久，电子档案不全，如果想查清楚，可能需要去当年的相关部门调取纸质档案。叶先生，近期请注意休息，按时复诊。谢谢医生。看来这8年里，不仅是公司的烂账，还有很多我必须查清楚的事。既然身体没有大碍，我公司还有早会，先走了。你最好先把你公司那500万的违约危机处理好。好，你去忙。真平，我需要你立刻帮我整理几份资料。记住，所有调查必须在合法合规的公开渠道和公司内部权限内进行，不要去碰任何私人隐私或非法获取医疗记录。好的，叶总，您具体需要哪些资料？第一，打印我个人的全部银行流水明细。第二，整理出公司这2年签署的所有重大项目合同。第三，通过公开的工商信息系统穿透核查一下跟我们签那份500万违约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最后，去财务部把顾冉冉过去以合作或者报销名义自愿提供给公司的所有票据和凭证复印一份。明白，叶总，我马上去办。叶总，通过您的转账记录和顾小姐提供购车、购房首付票据比对，时间节点高度重合。您的几笔大额转账汇出后，不到2天他就支付了首付。另外，关于那份500万违约金的项目合同，对方公司虽然用的是个不起眼的名字，但经过工商股权穿透查询，实际控制人明确指向了永恒资本的沈宇辉。顾冉冉和沈宇辉这2个人早就在做局联手吸公司的血了。还有，我们在梳理您的个人流水时，发现了一笔异常。1年前，您的账户收到过一笔100万元的进账，付款方是一家珠宝店，但这笔钱没有留在账户里。是的，流水显示，在收到这笔钱的当天下午，这100万就被全额转入了一个对公账户。我们核实过，那是永恒资本的关联账户。变卖于韩传家手镯换来的100万，竟然第一时间填进了沈宇辉的口袋。只要签下合同，顾冉冉就是项目的女主角。这是当年和自己一起熬夜做策划、创立公司的死党兼创意副总夏洛特。夏洛特，这是我的辞职信，该交接的工作我都已经整理好了，按流程签过字吧。我知道过去这几年我做得很混蛋，把私人感情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如果连你都要走，一定是我让你彻底寒了心。作为兄弟，也作为合伙人，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道歉？现在道歉救不了公司。当初我极力反对你跟顾冉冉牵扯不清，反对你接沈宇辉那个高风险的对赌项目。你呢？你为了那个女人，当着全公司的面让我下不来台，把公司的利益踩在脚下，甚至跟我决裂。你说的对，过去是我眼盲心瞎，你有权利离开这个烂摊子，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但是，请给我1天的时间，明天上午我会召开全员会议，公布公司的自救方案。听完方案后，如果你还是决定走，我绝不拦你。好，我就再等1天。但我要告诉你，公司的创意团队依然是行业顶尖的，大家不是做不出好东西。真正的问题是你过去极度混乱的管理，还有那些错误的决策，员工现在已经对你彻底失去了信任。
想让我留下，光靠嘴上画饼的自救方案没用。想重聚人心，先解决明天的120万员工工资。今天召集大家是对公司目前的债务做一次彻底的复盘，不掩饰问题，实事求是。张总监，请再确认一下各项缺口。经过连夜的重新核对，目前最紧迫的是明天必须发放的员工工资，缺口120万；其次是几家核心供应商的欠款约80万，还有公司其他的短期运营债务约100万。最后也是风险最大的，就是永恒资本的对赌项目。如果我们尽力期无法达标，将面临300万的违约赔偿。也就是说，加上那随时会引爆的300万违约金，我们现在的总风险敞口高达600万，而我们的流动资金已经见底了。面对现在的困境，指望靠一个项目立刻把几百万全赚回来不现实，那是赌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分3步走。第一，从今天起，公司暂停一切非必要开支，所有的项目招待费、差旅标准全部降到最低。第二，我们要与员工说明真实的财务状况，绝不隐瞒。第三，公司的核心创意团队依然有能力。夏洛特，我们要用现有的实力，全力去争取盛世集团即将招标的新项目。我们不求一口吃成个胖子，但只要能拿下他们的初步合作，拿到预付款，公司的现金流就能运转起来。此外，李主管，法务部立刻重新审查永恒资本的那份合同，结合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对方在签署时很可能存在故意隐瞒重大风险或利益输送。我们要准备好依法主张合同无效或构成商业欺诈，绝不能坐以待毙，让他们强行索赔。明白，叶总，我会马上组织团队启动审查程序。各位同事，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关于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很多传言。我今天站这里，是来向大家说明真实的状况。由于我过去管理上的混乱和错误的决策，公司目前的资金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家最关心的明天发放的工资，目前账上的钱确实无法全额发放，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不在大家。我已经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目前还能动用的所有剩余资产，优先用于垫付大家的部分基本工资，剩下的缺口部分，公司会给出明确的延期支付日期。我知道大家都有家庭要养，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会要求大家无条件留下。工资解决不了，是我的失职。今天之内，如果有任何人因为无法接受延期选择离职，提交申请我都会立刻签字，绝不阻拦。你们的离职补偿和欠薪，公司也会依法记录在案，优先补上。你今天把实底交了，把选择权给员工，不强求，反而留下了大部分核心团队。那你呢？我暂时留下，不是因为你今天话说得漂亮，而是我想把玄景的招牌保住。这是盛世集团新项目招标的初步资料，我得提醒你，这是一次完全公开的正常竞标，竞争对手都是行业顶尖的，我们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要有机会公平竞争，我们就全力以赴。我们要放弃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盛世集团这次的核心诉求是年轻化品牌重塑，需要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和落地预案。第一，基于近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品牌定位。第二，明确阶段性的预算控制，不要把钱全砸在传统的硬广上，而是转向线上互动生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提供一套详尽的风险控制预案和分阶段交付的时间表。盛世集团现在对任何合作方都会很谨慎，我们不仅要给他们好创意，更要给他们安全感和履约的底气。这个切入点非常扎实，把细节做到极致，我们的方案绝对有竞争力。我马上带团队去完善视觉和执行细节。这只是一次竞标机会，不保证一定能中标，但我们尽人事。雨涵，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来。爸妈一直很疼乐乐，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他们都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我们来看看也是应该的。大姐您好，请问这是叶国安和张兰老两口的家吗？你找那对老两口啊，他们半年前就搬走了，这房子已经卖给我了。卖房搬走了？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具体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当时听中介说，老两口好像是为了替儿子还债，急着用钱，所以房子卖得挺急的。走的时候连几件旧家具都没舍得扔，全搬走了。大姐，您是说他们急着处理房子，是为了替儿子还债？是啊，当时老两口脸色都不太好，急着用现金。听中介私下提了一句，好像是儿子在外面做生意惹了麻烦，欠了不少钱。当父母的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出事，别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好，谢谢你，打扰了。先下楼吧。我1年前为了那个所谓的高风险项目，不仅跟他们断绝关系，还逼得他们卖掉唯一的养老房替我还债。我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雨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把房子卖了？半年前妈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急着处理房子，卖的钱大部分替你还了早期的2笔供应商欠款。二老为了不让你被起诉，瞒着你平了那笔急债，剩下的钱只够在城郊租个小房子。这半年他们是怎么过的？爸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我每个月会固定去看望他们一次，带点生活用品和药。但爸妈自尊心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他们不肯要我更多的资助。他们说那是你欠的债，不能让我这个做儿媳的来替你扛。他们宁愿自己过得清苦一点，也不想连累我们母女。雨涵，谢谢你，谢谢你为这个家，为我父母做的一切。
我是作为晚辈尽我该尽的责任。电话不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现在拨。他们连空号都换了，我该去哪里找他们？爸妈是不想让你知道，怕你再因为那些麻烦事去找他们。我知道他们现在住在哪里，我把他们的新号码和地址发给你。1年前我跟他们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们该有多绝望。雨涵，这半年难为你一直在替我尽孝。爸妈怕你再去纠缠，故意瞒着你。这半年来，我每个月会去送些常备药和必需品。爸心脏不好，药不能断，但我没替你还债。二老自尊心强，说你惹的祸不能拖累我和乐乐。除了基本温饱，剩下的烂摊子都是他们自己在扛。他们说的对，是我造的孽，该面对的我绝不逃避。越靠近家属院的大门，我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被自己伤透了心的父母。爸身体不好，但闲不住。他说帮街坊邻居修修小电器，能挣一点是一点，不想完全靠别人。拿好，回去插上电就能用。老头子，你是不是又忘拿什么东西了？你来干什么？谁让你找来的？我们这里不欢迎你。妈，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混账事，伤透了你们的心。你们今天不开门也没关系，我会先把外面的债务和生活安排处理好，再来。奶奶，哎呦，我的乖孙女，奶奶好想你。妈，外面风凉，我们能进去说话吗？进来吧。你又来找我们要什么？爸，我今天来什么都不拿，也不要钱，我是来看看你们。看我们？你是看我们还没被你气死吧？你为了卖那些高风险的破项目，连家都不要了。现在我和你妈的棺材本都替你填了窟窿，你还嫌不够？爸妈，叶璇最近确实变了，他没有再向家里要钱，也没有再和顾冉冉联系，他现在正在理清账目，想办法解决公司的危机。爷爷别爸爸的气，爸爸不摔东西了，还给我讲睡前故事呢。改了，你公司欠了那么多钱，是几句好话就能抹平的吗？爸，我会通过合同、流水和法律程序追回能追回的钱，追回不了的我自己承担。我会一步步把欠下的债处理干净。大话谁都会说，你公司不是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吗？先把员工工资发了，再谈你是不是变了。好，我会做给您看。雨涵，今天谢谢你帮我说话。我只是陈述事实，至于爸说的员工工资，你自己想办法。我说过，你不能指望从我这里拿钱填窟窿。乔总，您之前让我去查的是有结果了，传家手镯失踪的监控已经找到了。监控拍到是谁拿走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监控中的人是叶总。你自己看，那是奶奶留给我的遗物，那只翡翠手镯。我以为你只是把公司的钱拿去填了无底洞，没想到你连我的传家宝都偷去卖了。那笔钱的流向和顾冉冉和永恒资本脱不了干系吧？我确实没有这段记忆，但证据中的人就是我，我不会否认。叶璇，你总说你会承担，但这8年你毁掉的东西，不是你去轻描淡写的不否认就能补回来的。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今晚你去客房睡，或者这段时间你暂时搬出去，我需要空间冷静一下。好，我搬去客房。手镯的事情我会查清楚。叶总，关于那只翡翠手镯的下落，我们刚才联系了个远山珠宝的门店经理，并且核实了交易记录。手镯还在店里吗？能不能原价赎回来？叶总，远山珠宝那边说，那只手镯因为品相极好，前2天刚被他们的一位大客户看中，对方已经支付了定金，手镯目前还在店里封存，很快就要办交接手续了。交定金的购买人是谁？购买人是永恒资本的沈宇辉。沈宇辉不仅坑了公司的500万，现在连玉涵的传家手镯竟然也被他盯上了。这里面有手镯的原始购买凭证、早年的鉴定证书，还有我和奶奶以前带着手镯的老照片。证据充分，手镯是您的婚前财产，叶总私自变卖，属于无权区分。想追回，关键看珠宝店和现在的买家沈宇辉是否知情。只要证明他们不是善意取得，我们就能依法主张交易无效，要求返还。后续如果产生违约金或赔偿，由我个人全额承担。张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向远山珠宝发函，阻止他们把手镯交付给沈宇辉。我会配合法务签署相关的权属声明。叶总，张律师，这事儿真让我们很难办啊。沈宇辉先生前2天已经交了高部定金，眼看就要办交接手续了。我们要是单方面扣住东西，可是要赔违约金的。店长，这是停止交易通知函，明知权属有争议还执意交付，贵店将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是赔点定金，还是卷入纠纷砸了招牌？孰轻孰重您自己掂量。
张律师，您别急，我明白其中的法律风险，我会立刻向总部法务汇报。在权属问题彻底查清之前，这只手镯我们将继续封存在保险库里，绝对不会私自交付给任何人。为了理清1年前的交易细节，查明珠宝店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我需要看交易监控和底单。叶总，当时收购时，这位陪同您的顾小姐提供了一份乔女士签署的财产处置授权令，我们是看了授权才收的，并且也是她主动要求将这100万的售卖款直接打入了一个指定的对公账户。叶总，这个收款账户正是永恒资本的关联账户，手镯的钱第一时间填了沈宇辉的窟窿，顾冉冉还亲手递交了所谓的授权书。顾冉冉、沈宇辉，你们这张网织的可真够密的。乔总、叶总，1年前收购这只手镯时，确实是叶总本人拿着东西过来，声称自己有权出。当时陪同的顾小姐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带有乔总记的授权书，我们核对了证件后才按流程办理的。关于手镯的现状，沈宇辉先生确实只支付了定金，目前手镯还在我们店内的保险库里严格封存。我从未签过这份文件。店长，鉴于目前该物品权属存在重大争议，且当年交易手续涉嫌造假，我方正式提出先全面停止该手镯的任何交易，等待权属的彻底核实。我们法务部已经确认过风险，在权属查清前，我们绝对不会私自交付给任何第三方，一定配合调查。店长，你单方面中断交易是什么意思？我交了定金，签了意向书，我就是合法的买家。就是，当年是阿璇自己白纸黑字卖给珠宝店的，现在看到宇辉哥要买，你们跑来拦着，有什么资格破坏合法交易？合法购买，沈宇辉。1年前手镯变卖的100万，在短短2个小时内就由顾扰扰指定转入了你永恒资本的关联账户。这笔钱到账后，你紧接着就设局让我签下了那个500万的高风险对赌项目。你敢说你对这只手镯的来历一无所知？资金怎么走？那是你们家里的烂账，我作为正常消费者，交了钱就有权提货。张律、乔总，经过初步的专业对比，这份授权上乔玉涵的签名、运笔习惯和字迹结构与乔女士本人的真实字迹存在显著差异，基本可以判定签名是仿造的。顾小姐，监控显示这份伪造的授权书是你亲手交给店员的，请问你该如何解释文件来源？我不知道，这文件是当年阿璇给我的，对，是他让我交给店员的。1年前我确实糊涂，把一些外联事务交给你打理，但我连这份文件长什么样都没见过。顾冉冉，在法律和证据面前，狡辩没有用。既然权属不清，这麻烦我不要了。店长，把定金退给我。好的，沈总。既然权属存在重大法律瑕疵，我们店方正式宣布，主动暂停该手镯的全部交易程序，并将全力配合后续警方的调查。沈老板，这就想走？这只手镯的钱，就是你那个连环骗局的启动资金。顾冉冉伪造授权书，你提供虚假项目，你们俩跟这500万的烂账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这笔账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算。叶璇，你查清了又怎样？你公司现在流动资金断裂，马上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你以为你能拿下盛世集团的项目翻身？别做梦了！盛世集团是绝对不会跟一个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的空壳公司合作的。你等着被500万违约金压死！乔总、叶总，伪造的文件我已经保全，后续会作为证据提交。乔总，请您签署这份权属异议及停止交易声明。手镯我们将立刻移交给独立的第三方公证机构的保险柜暂时保轨，直到核查结果出来。放手！有人抢东西！陆大叫保安！保安！有人当街抢东西！站住！别跑！雨涵，你没事就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连累你面临这种危险。沈宇辉为了销毁证据，已经狗急跳墙了。我保护的不是什么奢侈品包，而是能理清过去烂账的真相和奶奶留给我的回忆。他这么急着毁灭证据，恰恰证明了这些文件就是他参与商业欺诈和伪造的死穴。乔总、叶总，警察那边刚传来的消息，那个被抓住的口罩男交代了，他承认是永恒资本沈宇辉的助理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专门在律所楼下蹲点，伺机抢走那个装有相关证据的文件袋。乔总，接下来我们怎么做？乔总、叶总，相关手续已经全部办妥，这只手镯正式物归原主。至于顾冉冉伪造授权书以及沈宇辉指使抢夺证据的案子，警方正在依法推进。辛苦你了，张律。东西是回来了，但他曾经离开过，我造成的伤害不会因此消失。谢谢你没有逃避。
沈玉魂的助理被抓了，我伪造文件的事肯定瞒不住了，得去叶璇那儿看看有没有转机。顾小姐，叶总正在忙，您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让开！我手里有一份关于之前合作项目的补充资料，是你们公司现在最稀缺的，我必须亲自交给阿璇。阿璇，我知道你现在因为公司的资金紧张发愁，这份补充资料能帮到你，你先看。顾冉冉，我说过，我们之间除了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私下较量的必要。带着你的东西出去。阿璇，你拿着，就当是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好不好？甄平，带公司法务部的李主管立刻来我办公室。阿璇，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就算现在因为一点误会闹得不愉快，难道我们过去那些年的感情你就全忘了吗？顾冉冉，过去在处理南界线和商业往来时，确实是我错了，是我越了界，这个责任我承担，我不需要把过错全部推到你身上。但是错误到此为止，从今天起，所有的联系只通过律师或者公司的官方邮箱。李主管，这是顾小姐刚才留下的资料，做好登记和保全，后续如果涉及商业纠纷按程序走。现在请顾小姐出去。明白，叶总。顾小姐，请您配合。刚才的处理很清楚，这份资料是乔氏集团对盛世项目相关的行业调研数据汇总，项目归项目，婚姻归婚姻。我把这份资料给你，是因为我支持你们公司的100多个员工保住饭碗，但这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了。我明白，谢谢你，玉涵。叶总，刚才各部门汇总了明天的发薪奖励，虽然您已经把名下的剩余资产全垫进去了，但依然不够。明天要发的员工工资还有120万的缺口，如果明天发不出钱，员工的情绪恐怕就稳不住了。叶总，明天的工资缺口还有120万，银行那边我们的信用额度已经用满了，如果没有资金进来，明天发不出工资，大家伙的情绪恐怕就真的稳不住了。我知道了，张总监，你先去安抚各部门，资金的事我来想办法。杨总，是我，叶璇，上次那个项目的尾款能不能麻烦您先给我结一部分？我这边急等着用钱发工资。挂了。以前的他只会大吵大闹逼我拿钱，现在的他宁愿自己到处碰壁受委屈，也坚守着底线不向我开口。那个盛世的资料我已经收到了，你如果有工作就先回去忙吧，资金的事我能处理。不仅是120万的工资，算上供应商欠款和潜在的违约风险，公司的总缺口在500万左右。这500万我可以以正式借款的形式提供给你，作为短期周转资金。不行，这是我惹出来的烂摊子，我不能拿你的钱来填坑，我自己想办法。叶璇，你听清楚，我不是在救你，我是在保护这100多个员工的基本权益。如果公司垮了，他们是最无辜的。在这个时候，你强撑的面子解决不了生存问题。这笔钱不是白给的。第一，签署正规的借款协议。好，但利息必须按市场正常利率计算，1分不能少，我个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这笔资金必须设立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和必要运营，绝对不得转给顾冉或者其他无关个人。第三，从今天起，你们公司的财务状况必须对我公开透明。第四，3个月内你必须按计划归还。我接受，这笔钱我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张总管，500万资金已经到账，你现在立刻去办，先全额发放所有员工的欠薪，剩下的钱作为必要运营资金，严格审批，专款专用。工资发了，不仅发了，连上个月拖欠的绩效也一并补齐了，太好了，这个月的房贷终于有救了。各位，欠大家的工资已经全部结清，这笔资金是我以个人名义签订的一笔附带严格条件的正常商业借款，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大家的生活不受影响，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为了保证公司后续资金的安全，从今天起，公司成立联合审批制度。夏洛特副总将全面负责接下来的盛世项目竞标和创意质量，张磊总监负责严格的财务监督，任何一笔超出必要运营的支出必须经过双签审批，完全开透明。我们现在的唯一目标就是凭实力全力拿下盛世集团的项目。这就是我在乐乐心里的位置吗？爸爸，这是我在幼儿园画。谢谢乐乐，爸爸很喜欢这幅画。乐乐，爸爸以前做错了，那爸爸以后可以慢慢走到草地上，离你们近一点吗？没关系，等乐乐准备好了，爸爸再靠近。从今天乐乐看画的反应来看，他对你的抗拒确实在减轻。但医生说过，稳定的家庭环境对他最重要。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明确的家庭规则，确保不再给他造成2次伤害。我同意。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过去蓝害已经造成，现在必须把环境稳定下来。你说，
我完全配合。第一，无论我们在公司还是对过去的债务有什么分歧，绝对不可以在孩子面前争吵。第二，未经乐乐或者我的允许，你不能擅自进入他的房间。他现在对你的戒备心很重，需要绝对的私人安全空间。好，尊重他的边界是应该的，我保证做到。第三，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我们每周进行一次正式的家庭沟通，复盘乐乐的状态和我们行为的边界。第四，在这段过渡期，你继续住客房。没问题，规则定好了，我会严格遵守。未经允许，不能擅自进入他的房间。乐乐不怕，妈妈在，是做噩梦了，没事了。乐乐，爸爸在外面，你不想见爸爸，爸爸就不进去。乐乐，爸爸刚才很担心你，但他答应过不随便进来。你愿不愿意让爸爸坐在门边陪你一会儿？他不会走近，就坐在那里。叶璇，你可以进来了，但只能坐在门边。乐乐，爸爸就坐在这里。从前有一座大森林。爸爸今天没有生气。张总，基于贵公司年轻化品牌重塑的核心诉求，我们的方案不讲空洞的概念，只看落地的执行。第一，这是我们抓的330目标消费者最新画像数据，明确了精准的品牌定位。第二，这是详尽的预算控制表，我们将大部分预算投入到线上互动生态的搭建，确保投资回报率可追踪。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提供了一套详尽的风险预案和分阶段交付的时间表。我们不要求一次性投入，而是按照节点验收成果，给足贵公司履约的安全感。叶总，你们的方案非常扎实，风险控制也很到位。既然准备的这么充分，我们可以先签第一阶段的服务合同。张总，实在抱歉打扰了。不过作为盛世集团的长期合作伙伴，我觉得有必要在您签约前给您看一份关于玄景传媒的真实财务风险报告。叶总，据我所知，你们公司目前流动资金严重断裂，身上还背着500万的违约官司，随时可能清算。张总，您敢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一个随时会破产、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的空壳公司吗？叶总，沈总提供的这份报告显示，贵公司的现金流确实极度紧张。盛世集团的项目不仅需要好创意，更需要强大的履约保障。如果贵公司自身难保，我们恐怕很难冒险合作。张总，沈总说的部分是事实。由于我过去的决策失误，玄景传媒近期确实遭遇了资金困难。但我今天既然敢坐在这里提案，就必定给您一份满意的履约保障。第一，这是乔氏集团与玄景传媒签订的正规商业借款协议，首期专项周转资金已经全额到账，专门用于保障公司日常运营和本次项目的执行，并且这笔资金接受严格的双签财务监督。第二，针对盛世集团的项目，我们已经向第三方保险机构申请了项目履约保证保险，如果我方违约，保险公司将全额赔付贵公司的损失。第三，张总，正如我们方案中提到的，我们不要求盛世集团一次性预付全款，我们建议签署分阶段交付合同，按节点验收，见效付款。同时，这是我们核心团队的履历，骨干全部在岗。最后，关于沈总提到的所谓500万违约官司，那份对赌协议本身涉嫌隐瞒重大商业风险，我和法务团队已经正式准备应算，依法主张合同无效。叶总，能在危机中不逃避，用正规透明的商业手段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成熟企业家的担当。盛世集团决定先与贵公司签署第一阶段的服务合同，预付款200万元，今天下午就会安排走流程，后续合作是第一阶段效果再定。沈总，感谢您的提醒。不过盛世集团只看事实和履约能力，如果没有其他事，就不留您旁听签约了。玉涵，盛世的第一阶段合同签下来了。我听说了，恭喜！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不过我打给你是为了另一件事，关于乐乐的心理复查，我预约了他之前的心理咨询师王玉魂，他今天傍晚会到家里来进行阶段性评估。你早点回来吧，这件事我们需要共同面对。乐乐，如果这个小房子是你现在的家，你觉得这只大熊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呢？他现在不随便发脾气了，就让他先在门外待着吧。叶璇，你回来了。王医生你好，我是叶璇，这段时间辛苦你给乐乐做心理评估了。
你好，叶先生，你的状态和以前相比变化确实挺大。怎么了，王医生？你们认识？乔总，我刚才看到叶先生就觉得非常面熟。叶先生，其实我们以前见过。王医生，既然你这么说，不妨直言。我对过去8年的记忆确实有缺失，如果我们在过去有交集，请你坦诚相告。这个嘛，这需要追溯到8年前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在读大学，我刚在学校附属医院的心理科实习。8年前，叶先生曾经历过一次比较严重的车祸。车祸后，你被送到科室接受过短期的心理评估。当时的档案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后，你出现过短暂的记忆混乱、极端的情绪波动以及强烈的应激反应。你当时来做过2次咨询，但遗憾的是，你随后拒绝了后续的干预，单方面中断了联系。8年前的车祸，不仅是我记忆丢失的源头，更可能是我这8年性格暴躁、情绪失控的潜在遗因。车祸？当年快毕业的时候，你只说家里有急事请假了几天，从来没跟我提过车祸，更没提过心理咨询的事。乔总，心理咨询有严格的保密原则，如果患者刻意隐瞒，家属不知情也很正常。叶先生，虽然你的确经历过创伤，但我必须指出，你突然的改变对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来说，同样是一种不确定性。孩子需要时间去确认这种安全感是不是暂时的，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必须保持情绪的极度稳定，尊重他的边界，不要急于拉近距离，以免造成2次创伤。你说的对，过去我是乐乐心理创伤的源头，我会尊重专业建议，严格遵守安全边界，不给孩子带来压力。乔总，叶先生，这是我今天来之前特意从机构档案库里调出来的，当年叶先生初次就诊时的部分脱离资料摘要，我想这或许能帮你们理清一些事情，对后续的家庭评估也有帮助。另外，当年的记录上显示，陪同叶先生来急诊并代签部分知情同意书的家属，并不是乔总。不是我，那是谁？当时的陪同人登记的名字是顾冉冉。8年前的车祸，为什么是顾冉冉陪同？为什么他不仅没有告诉乔雨涵，甚至在这8年里将这段病史彻底隐瞒？看来8年前的那场车祸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意外。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但顾冉冉隐瞒了车祸，后来又利用各种高风险项目索要资金，这背后一定有关联。我会立刻让律师去查当年的记录。乔总，叶先生，关于过去的隐私不属于我的干预范围，但作为乐乐的心理咨询师，我必须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给出一个专业的评估建议。叶先生，虽然你的暴躁可能源于过去的创伤，但客观上，你这几年给乐乐造成的应激伤害是真实存在的，你是他恐惧的直接源源。所以，短期内，你们需要实质性的减少冲突，由孩子的反应来决定你接触他的节奏。我接受。我是乐乐创伤的源源，我会严格遵守减少接触的建议，配合治疗。至于长远来看，如果家庭内部长期的冲突模式依然存在隐患，我建议你们可以寻求独立的婚姻咨询机构协助，认真评估是否还要继续维持现在的家庭结构，尽快做出决断，离开创伤源，或许才是对乔总和孩子更负责任的选择。王医生，所有的评估和建议必须绝对以儿童的利益为核心，不能夹杂私人的立场或引导。叶先生，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对孩子和乔总的专业考量。前2天我帮雨涵处理手机上的工作文件时，无意中看到你私下给他发过一些关于大学回忆和个人情感的问候信息。作为医生，私下频繁给患者家属发送与治疗完全无关私人信息，这已经违背了职业边界。为了保证乐乐能得到绝对客观中立的治疗，我正式建议更换心理咨询机构。雨涵，那些只是作为老同学的普通问候，我对乐乐的病情最了解，这个时候换医生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王医生，感谢你今天提供的旧档案和阶段性评估，但叶璇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作为咨询师，你需要保持绝对的边界感。不过叶璇，虽然你的顾虑有道理，但王一恒毕竟陪伴了乐乐一段时间，贸然更换医生可能会引起孩子的抗拒。关于是否更换医生，我不会单凭一面之词就立刻做决定，我要先听听乐乐自己的意见，再做定夺。好，我尊重乔总的决定。叶璇，刚才关于更换医生的话题，你可以质疑医生的专业边界，但是你不能把我的判断看成是谁对我的影响。我做任何决定，出发点都只可能是乐乐，
而不是受了谁的挑拨。我知道，我承认，我刚才提出更换机构确实有私心，因为我过去长期的失控和缺位，我亲手毁了这个家的安全感。所以，在看到他那些越界的私人信息时，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急于想要确立边界。但在保护乐乐的问题上，你的判断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机构能保证客观中立，我完全听你的安排。你指出的职业边界问题确实客观存在，乐乐的治疗需要一个纯粹中立的环境，我们就折中处理。第一，暂停王玉涵对乐乐的单独心理治疗。第二，我会联系市里最权威的儿童心理干预机构，请一个专家团队来对乐乐进行联合评估。第三，我依然会要求王玉涵以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将乐乐的历史咨询档案完整移交给新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再参与任何关于我们夫妻关系的建议。好，都听你的。好，都听你的。乐乐，妈妈打算给你换几位新的医生阿姨和叔叔，以后我们去宽敞的诊所里做游戏，由一个团队来陪你，好不好？那换了新医生，爸爸可以一起去陪我吗？当然，只要乐乐愿意，爸爸妈妈都会陪着你。轩哥，沈玉辉那边有新动静了。他不是因为那个500万的虚假对赌协议，资金链被我们卡住了吗？对，就是因为永恒资本现在有巨大的资金缺口，他急于翻盘。我收到行业里的消息，沈玉辉最近正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在市场上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试图快速拉投资人入局，来填补他永恒资本的亏损窟窿。沈玉辉急功近利，为了填补亏损，他一定会涉足更高风险的灰色地带。某海外知名游戏 IP 独家代理权，短期回报率极高。轩哥，这就是沈玉辉最近盯上的救命稻草。他在圈子里大肆宣扬这个海外游戏 IP 的代理权，正到处拉人入伙。顾然然也在利用以前的人脉，帮他四处游说不知情的投资人入局。利润率这么高，代理公司的背景却十分模糊，连公开的国际授权备案都查不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摇钱树，而是一个披着海外 IP 外衣的皮包公司，典型的诈骗陷阱。他为了填补永恒资本的窟窿，已经饥不择食了。我们要不要设个局推他一把？不行，我们虽然和他有恩怨，但绝不能为了报复去主动设局骗人，那不仅触碰商业底线，更是违法行为。而且不能让这种骗局在市场上坑害无辜的投资者。夏洛特，立刻组织智库团队，结合我们查到的海外公司异常数据，公开发布一篇详细的海外 IP 代理风险分析报告，把这个项目的主体异常授权缺失的漏洞全部点出来，提醒全行业防范风险。明白，我这就去安排。预计市场利润3000万，风险预警报告。轩哥，这海外项目的代理费门槛要1500万，沈宇辉现在账上资金紧缺，我们的报告一发，他拉不到投资人，这事估计也就黄了。贪心不足蛇吞象，他急于翻盘，只要看到这预计3000万的利润，哪怕是悬崖，他也会想办法借钱跳下去。如果他连行业公开发布的预警都视而不见，那就是他自己找死。预计利润3000万，难怪叶璇躲在会客室里悄悄研究，原来他也想抢这个摇钱树。叶璇啊叶璇，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这么大的肥肉，我们拿定了。宇辉哥，别愁了，我今天在玄景传媒拿到了绝密一手消息，那个海外游戏 IP 的代理项目根本不是什么陷阱，是一块大肥肉。你胡说什么？那项目市场上都在传风险极高，连授权备案都模糊不清。你自己看，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叶璇和夏洛特在会客室里秘密核断的。叶璇都在偷偷研究，他们内部测算这个项目的预计市场利润整整有3000万。3000万，叶璇真的想抢这个项目？绝对是真的，他连法务和智库都动用了。宇辉哥，我们要是不赶在玄景传媒发布联合竞标方案前把代理权拿下，这翻身的机会可就全落到叶璇手里了。乐乐，喂，轩哥，情况不对劲。我们那篇海外 IP 代理风险分析报告还没来得及对外公开发布，结果刚刚收到风声。我们那篇海外 IP 代理风险分析报告还没来得及对外公开发布，结果刚刚收到风声，永恒资本居然赶在所有人前面，把那个海外游戏 IP 的1500万代理合同给签了。签了？他们哪来的1500万？而且我们分析的清清楚楚。那个授权漏洞那么大，沈宇辉疯了吗？听说是沈宇辉把永恒资本剩下的所有核心固定产全部抵押，甚至借了高额的过桥贷款，凑够了1500万，直接砸进去的。现在圈子里都在传，说他们要靠这个项目净赚3000万翻盘。你和夏洛特的话我都听到了，
沈宇辉一向精明，这次为什么会这么盲目，连基本的尽职调查都不做，就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漏洞百出的海外皮包公司上？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今天下午，顾冉冉好像借着要发票评利的由头来了公司。所以，你所谓的3000万利润，要发票评利的由头来了公司。所以，你所谓的3000万利润就是这么来的。当时我和夏洛特正在核对报告，桌上正好放着那张印有3000万利润的行业对比宣传页。顾冉冉一定是偷看到了那张纸，断章取义，以为这是玄景传媒秘密筹备的赚钱项目。他回去向沈宇辉报了信，而沈宇辉因为对赌协议被我们卡住，急于翻盘，这才盲目相信了顾冉冉的绝密情报，一脚踩进了这个无底洞。贪欲让人盲目，沈宇辉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一个虚假的骗局上，还赌上了永恒资本最后一丝生机。这就是他自作聪明的代价。他想用不正当的手腕来击垮我们，结果却被自己的贪婪吞噬。永恒资本这次彻底完了。沈总，全完了！沈总，全完了！我们在海外查过了，那个所谓的代理公司根本没有合法的国际授权备案，是个彻头彻尾的跨国诈骗团伙。我们打过去的1500万代理费，刚到账就被切分转移了，根本追不回来。追不回来？我抵押了公司所有的核心资产，还借了800万的过桥将近，全砸进去了。沈总，过桥贷款的催手公司已经在大厅堵门了，还有我们之前涉及的其他违规资金，现在因为资金链彻底破裂，几家债权方联合向法院申请了对我们的强制破产清算。这就是你从叶璇那里偷来的绝密情报。顾冉冉，你自作聪明，亲手把永恒资本推进了坟墓。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准备好迎接伪造授权书和商业欺诈的警方传唤吧。玄哥，最新消息，警方传唤吧。玄哥，最新消息，永恒资本彻底爆雷了。那个海外项目确认为跨国诈骗，沈宇辉因为涉嫌多项违规操作和巨额债务，已经被经侦带走调查了。永恒资本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沈宇辉的倒台是他无视规则、贪欲膨胀的必然结果。别人的覆灭不是我们庆祝的理由。夏洛特，现在立刻将我们智库团队准备好的那份海外 IP 代理风险分析报告全网公开发布。虽然沈玉辉没救了，但这篇报告能提醒行业内其他不知情的投资人避免踩坑。我们要让市场看到，玄景传媒不仅有创意，更有严谨的专业风控能力。明白，玄哥。这波操作绝对能让盛世集团对我们更加信任。永恒资本破产的事我看到了，沈宇辉急功近利，咎由自取，这也是个契机。因为永恒资本暴雷，乔氏集团内部的那个内鬼赵副总，他之前与沈宇辉进行利益，乔氏集团内部的那个内鬼赵副总，他之前与沈宇辉进行利益输送的资金链彻底掩盖不住了。审计已经拿到确凿证据了。是的，完整的资金回扣闭环已经查清，法务部在今天下午正式向经侦报案，赵副总已经被警方依法控制，乔氏内部的隐患彻底清除了。用法律手段把毒瘤连根拔起，这才是最干净利落的解决方式。沈宇辉，我们接到多起实名举报，永恒资本涉嫌违规挪用资金及合同诈骗，目前相关资金流向异常，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这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个助理。顾冉冉，关于你涉嫌窃取他人商业机密以及参与伪造授权书的情况，是否构成犯罪，将由调查结果决定，请你也一并回去协助调查。将由调查结果决定，请你也一并回去协助调查。轩哥，沈宇辉被带走调查了，那咱们之前那500万违约金的案子，不能等，立刻让法务部启动合同诉讼程序，配合调查机关申请对永恒资本的剩余资产进行保全。500万不是小数目，我们必须通过合法的赔偿程序，一步步把公司的血汗钱追回来。明白，轩哥，我马上去办。爸爸，这个给你。爸爸今天早上答应陪我吃晚饭，你真的回来了。爸爸答应你的每一件事，
以后都会做到。外地分公司的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得去出差3天。李婶这2天正好请假回老家了，乐乐的接送是个问题。交给我吧，我已经把这几天的工作提前安排好了，绝不临时失约。你确定能行？你以前连他幼儿园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以前是我失职，我已经提前联系老师办理了接送人变更登记。下午接的时候，我会出示身份证，由你电话确认。你安心出差。这位先生，请稍等，我好像是第一次见您来接叶静莹小朋友。李老师您好，我是乐乐的父亲叶璇，今天上午已经通过系统提交了接送人变更申请，乔女士应该也跟您沟通过了。好的，叶先生，实在抱歉，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需要严格核实。李老师，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需要严格核实。李老师，感谢您的谨慎，把孩子交给您这样的老师，我们家长才放心。加油！雪宝，太危险了！这位先生，太谢谢您了，刚才要不是您及时拉住他，跑出去就危险了。不客气，接送区车辆和儿童通道没有完全分开，家长注意力稍微一分散就容易出盲区，以后过马路一定要牵紧孩子。师傅，这边的接送引导线不太清晰，建议幼儿园增设一下隔离栏，把人车分开。先生，我是万象传媒集团的李曼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不知道您在哪里高就？我是玄景传媒的叶璇。原来是玄景的叶总，听过你们最近的案例，以后如果是玄景的叶总，听过你们最近的案例，以后如果有合适的公开合作机会，我愿意让团队了解一下贵公司的方案。谢谢李总。爸爸，过马路也好。好，爸爸牵紧你。轩哥，盛世集团那个项目遇到正常的商业竞争了，行业巨头天海传媒的赵天海刚刚向盛世提出了报价。天海传媒，他们在传统媒体的渠道覆盖率确实很高。对，赵天海不仅报了更低的报价，还提供了极其成熟的传统渠道方案。盛世那边现在有些犹豫，提出要对我们的方案重新评估。压价和传统渠道铺设是他们的优势，我们不能去硬拼资源消耗战，当然也不会退出。夏洛特，立刻调整方案，增加分阶段验收、第三方审计投放数据，以及明确的逾期违约原则条款。主动增加审计和赔偿，这是在给盛世吃本新闻啊！对，把渠道的替代方案也做进去，我要让盛世看到，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透明替代方案也做进去，我要让盛世看到，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透明可控的投资回报率。爸爸去旁边的会议室开个会，你在这里乖乖看书，有什么事跟阿姨说好吗？好，爸爸安心工作。叶总，明人不说暗话。玄检仅刚经历过现金流危机，盛世这个盘子太大了，你们无法保证后续的大面积投放垫资，独立吃下风险很高。不如把主导权让给天海，我把线上的部分分包给你们，你们退出的话，我可以给一定的补偿，大家都有钱赚。赵总的渠道优势业内公认，但如今的市场广撒网的效率在降低，客户更需要精准的数据转化。正常的商业竞争有利于客户，玄景不会退出。如果天海愿意在数据服务端合作，我们欢迎，但主导权我们凭方案争取。赵太天刚才质疑我们刚刚恢复现金流，无法保证后续的大面积投放。如果盛世集团只看重曝光量，我们很被动。光靠现有的渠道确实不够，我们需要拓展高质量的替代媒体网络来支撑我们的精准营销方案。李总您好，我是玄景传媒的叶璇，想了解一下万象传媒近期的公开合作报价，不知玄景是否有机会参与贵于贵司的合作说明会？我们将万象的渠道纳入盛世项目的备选方案库。叶总，万象欢迎透明的合作模式。我会让团队按照正常标准审核玄景的资质和方案。好的，感谢李总。李总，
万象传媒的受众画像非常清晰，我们提议的合作模式是联合运营。通过我们的数据模型，不仅能提高广告位的溢价，还能为您提供实时的效果审计反馈。叶总的方案很专业，数据追踪的闭环设计的非常。效果审计反馈。叶总的方案很专业，数据追踪的闭环设计的非常好。你们的资质审核通过，万象渠道团队愿意与贵公司进行正式的签约对接。天海传媒能保证产品在1周内覆盖全市大部分的传统渠道，曝光量绝对是有保障的。费用更低，选景的方案不追求无效的泛曝光。我们刚刚联合了万象传媒等优质线上渠道，主打精准触达和控制预算。最重要的是，我们接受第三方数据审计，并签署分阶段的效果验收对赌协议。盛世的每一分钱都能看到明确的转化。两位都非常出色，方案各有千秋。盛世决定，本次项目将分为双线并行。赵总负责广泛渠道的铺设，叶总负责精准的线上互动营销与数据追踪。我们将按最终的转化效果来决定下季度的预算倾斜。叶总后生可畏，那咱们就在数据上见真见了。期待与赵总的良性竞争。各位，盛世决定双线并行，我们拿下了线上互动与数据追踪的部分，第一笔阶段性预房款下周就会到账。这次能挺过难关，靠的是我们在座每一位交出的专业方案，是大家凭实力赢回来的。责任在我，我承诺大家的延期工资补偿会在资金到账的第一时间全额发放。未来，我们只靠实力和规则在市场上立足。妈妈，你回来啦！乐乐这几天乖不乖？我很乖，爸爸每天准时接我，还给我做了晚饭。出差顺利吗？准备洗手吃饭吧。这几天辛苦你了。不辛苦，快吃饭吧。妈妈，今天轩宝把太空飞船玩具借给我玩了，我们还一起搭了一个好高好高的塔。是吗？那乐乐有没有跟轩宝说谢谢呀？说了。乐乐，多吃点虾仁，长高高。谢谢爸爸。这几天我不在家，你把乐乐照顾得很好。这是我作为父亲应该做的，以前缺席了太多，现在只想尽量补上。叶璇，谢谢你认真做爸爸。雨涵，怎么了？叶璇，幼儿园刚才打电话说乐乐在班里和同学发生了争执，现在对方家长已经到学校了，我这边正在开一个紧急的董事局会议，实在走不开。我知道了，你安心开会，我马上安排交接，这就去幼儿园处理。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夏洛特，我得立刻出去一趟，接下来半个小时，你先跟进上市项目那边的数据反馈，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联系我。明白，璇哥，公司这边交给我。李老师，你们这幼儿园怎么管的？我女儿在学校被同学推倒了，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说法。乐乐，爸爸来了，别怕。乐乐，告诉爸爸刚才发生了什么，你有没有推这位同学？爸爸，我推了，可是是他先抢我的绘本，还把书生扔在地上踩我才推开他的。我才没有，就是你先推我的。听见没？你女儿承认推人了，家长得管管吧。王先生，孩子们发生摩擦，我们家长更需要先弄清楚前因后果。哼，乐乐，保护自己的东西没有错，但推人容易让别人受伤。我们可以学习更安全的办法，比如立刻告诉老师，对不对？知道了，爸爸。叶先生，这话说得轻巧，我女儿摔着了可是事实。李老师，我刚才在走廊都看到了，是王瑞涵先抢叶谨言的书的。轩宝，你别着急，慢慢说。教室外面的走廊有监控摄像头的，老师你们看看监控就知道了。既然有监控，我马上让保安室调取走廊的录像。但他怎么能无缘无故去抢东西呢？爸爸在家里也是这么说的呀，谁不听话就一把推开他。王先生、叶先生，监控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件事两个孩子都有责任。王瑞涵小朋友不该抢夺和破坏别人的物品，而乐乐小朋友也不该用推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我也没说我女儿全对。其实我们在家里怎么做，孩子都会有样学样。大人如果习惯用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孩子遇到矛盾也会第一时间想到动手。
大人不能用拳头替孩子解决问题，要动手。大人不能用拳头替孩子解决问题，更不能用脾气给孩子做榜样。叶先生，你说的对，我平时脾气急，在家里确实没给他做好榜样。今天这事儿是我们家瑞涵不对在先。既然监控已经把事情还原清楚了，大家也都冷静下来了。王先生，瑞涵踩坏了乐乐绘本，这个由您这边按原价赔偿，没意见吧？行，一本书而已，我照价赔。瑞涵，你先弄坏了乐乐书是不对的，乐乐，你推了瑞涵也有不对的地方。来，大家都是好同学，互相拉拉手，道个歉好吗？叶谨言，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书。对不起，我也不应该推你。借着今天这件事，我们幼儿园组织一次也会家长如何孩子有效沟通的讲座，到时候还希望2位家长都能抽空来听听，一起探讨怎么更好的引导孩子。爸爸，今天那个叔叔那么大声说话，你为什么没有生气，也没有打他呀？因为爸爸以前就是靠乱发脾气才伤害了你和妈妈。爸爸以前就是靠乱发脾气才伤害了你和妈妈。爸爸现在想教你，遇到问题我们要讲道理，用安全的方法解决，而不是用拳头。乐乐乖，乐乐的很，有爸爸在呢。你今天做得很对，你今天真正保护了乐乐，不是替他在外面打赢了谁，而是通过你的示范，让他知道，原来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规则讲清楚的，这比任何都更有安全感。我也是在重新学习怎么做个合格的父亲。妈妈，下次我们再去心理咨询仪那里做游戏的时候，爸爸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吗？当然可以。我已经联系了一家新的、更专业的家庭心理咨询机构，他们是团队负责制，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有一个医生单独跟进。周末我们一家3口一起去。好，我把这周末的工作全部推掉，陪你们去。乐乐，如果现在有3个愿望可以实现，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做呢？第一，希望爸爸以后都不要在家里摔东西了。第二，希望爸爸答应我的事情都能做到。第三，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在我面前吵架。乐乐，爸爸向你保证，这3个愿望，爸爸这辈子都会做到。王医生，乐乐现在的状态正在好转，我们已经转到了团队咨询机构。作为朋友，我很感谢你前期的帮助，但在职业边界上，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距离。雨涵，你还是这么固执。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尊重你，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我尊重你，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那就这样。王医生，看来你出局了。友情提醒你一句，叶璇最近开始让律师暗中调查8年前那事故的医疗记录。叶先生、乔女士，我们在梳理乐乐的家庭背景和您的既往病之时，调取了您8年前在附属医院的档案。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地方，这份8年前人登记事共历中有一页被人为替换过的痕迹。更奇怪的是，当时的陪同人登记的是顾冉冉，但最终的医疗付款方却是乔氏集团名下的一个非公开关联账户。乔氏的关联账户？这个账户一直是由赵副整分管的后勤财务线在走账。看来赵副总可能从8年前那场车祸开始就已经在暗中关注我们了。顾冉冉和沈宇辉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他用来拖垮我的棋子。喂，你最近最好管住你的嘴，经侦那边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但如果不该说的乱说，特别是关于乔氏内部的资金往来，你参与伪造授权书的事儿，我随时能提交更多证据，让你进去蹲几年，听懂了吗？我懂，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的，您放心。乐乐，怎么了？爸爸，轩宝明天要办生日派对，邀请我和你一起去，你能陪我去吗？当然可以。明天的工作我会提前安排，绝不临时失约。爸爸一定陪你去。乐乐刚才来找你了。明天轩宝生日，他请我一起去。你能去吗？工作可以调，他
答应孩子的事不能改。他以前不太敢跟你提要求，所以我更要去。今天去参加生日会，有不少商界的人在场，但你是以乐乐父亲的身份去的，别因为谈生意忽略了孩子。放心吧，今天我的第一身份是乐乐的爸爸。叶总，今天辛苦你专门抽时间陪孩子过来。李总客气了，乐乐今天也玩得很高兴，这才是最重要的。叶总，其实今天请你来，除了轩宝的生日，还有一件事。薛氏集团目前正在为市中心的城南商业地块公开寻找策划与联合运营团队。下周我们将会举办一场项目说明会，这是招标说明会的邀请函。薛氏欢迎玄景传媒以及乔氏集团参与竞标。叶总，薛氏向来只看重实力，这份邀请函只是给你们提供项目说明会的资格和合理的投标时间，最终能否拿下项目，还需要看你们两家公司的联合方案是否能打动评审委员会。我们不保证任何中标结果。李总放心，只要有一个公平竞标的平台，玄景和乔氏一定能拿出最具诚意的专业方案。轩宝，这个给你。哇，谢谢乐乐。夏洛特这个时候打电话了。轩哥，刚才收到行业智库的消息，咱们准备竞标的那个城南项目，乔氏集团那边似乎出了点状况。有消息传出，乔氏为了这个项目准备的核心预算底线，疑似已经被竞争对手天海传媒提前掌握了。知道了，这不是简单的泄密，是乔氏的内鬼在行动。我为了这个项目已经准备了数月，但资金和招商始终是个难题。雨涵，这是薛氏集团城南项目的招标邀请，他们正在寻找联合运营团队。薛氏的招标邀请，这个资格业内很难得到。乔氏在商业地产开发和财务统筹上有绝对优势，而玄景在品牌包装和线上招商引资上能弥补乔氏的短板。我提议两家公司组联合团队，共同参与竞标，你负责开发和财务，我负责品牌与招商，我们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合作，按比例分成。好，这种优势互补的联合方案，中标率会大大提高。我们马上核对核心数据。不对劲，这份预算表的底线数据只在上周的乔氏高层闭门会议中出现过，但我刚才查阅了竞争对手对外释放的试探性报价，他们的数字卡得极其精准，完全是贴着我们的底线在走。这份绝密预算表已经流入竞争方手中了。雨涵，顾冉冉刚才联系我了，说有乔氏内鬼的线索，我打算去见他。他现在已经被调查，这种时候联系你肯定有条件。我知道，我会让法务部的李律师全程陪同，选在有监控的公开区域，并且会全程录音，你放心。好，拿到线索后不要轻举妄动，我们回来核对。好。顾冉冉，我的律师在场，录音已经开启，你有什么线索直接说。阿璇，之前他要求我故意接近你，沈宇辉那个虚假项目的启动资金也是赵副总通过乔氏的关联账暗中输送的。我手里有一段赵副总交代我办事的通话录音，里面有他泄露公司机密的证据。阿璇，只要你签过字撤销那500万违约金的民事诉讼，我就把这个 U 盘交给你。不可能，那500万是玄景员工的血汗钱，没有任何私下交易的余地。你手里的证据如果能证明你受人指使，你应该交给你的调查人员去争取宽大处理。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证据该交给谁，责任该由谁来判，那是法律和程序的事。给你，我只求你别再追加诉讼了。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叶璇的资金链拖趴，还有8年前那场事故的医疗违情，我已经抹平了，必须让叶璇忘得干干净净。乔总，叶总下午确实去见了顾冉冉，不过您放心，叶总是带着法务部的李律师一起去的，而且选在了有监控的咖啡厅，听说全程都录了音。我知道了，乔总，既然叶总带了律师，说明他是有防备的，您怎么看起来还是不太高兴？我不高兴的不是他去见顾冉冉，而是他又习惯性的一个人去面对风险。那个神秘人既然能渗透进乔氏的资金链，手段肯定不干净，他这样单打独斗太冒险了。
雨涵，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咱同学那么多年了，你老实说，是不是乔氏那个城南项目压力太大了？项目是一方面，主要是最近查出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隐患，牵扯到了8年前的一些旧事。抱歉，路上有点堵，我来晚了。雨桐，生日快乐！雨涵，你脸色不太好，如果是因为叶璇又惹你生气了，你可以随时找我倾诉。王医生，谢谢你的关心，但这属于我的家庭私事，我自己可以处理。雨涵，雨涵，你在哪儿？顾冉冉交出的录音里有件关于8年前事故的事，我必须当面告诉你。雨涵，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放不下你。叶璇他根本不了解你，他给不了你真正的安全感和理解。王医生，你喝多了。我没醉，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意。乐乐的治疗我也一直尽心尽力，我只是希望你能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王一恒，你是乐乐过去的咨询师，也是我的大学校友，我很感激你曾经的帮助，但你不能用利用职业关系和朋友的身份来干预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如何选择，只能由我自己决定。你说的对，我承认我对叶师夹杂了私人的偏见，我会主动退出乐乐后续的所有治疗交接。祝你幸福。雨涵，聚会快结束了吗？我来接你回家。等一下，等一下，我外套忘拿了。去吧。叶璇，你赢了，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理智和坚定。感情不是比赛，没有输赢，但作为丈夫，我不会再给他独自面对压力的机会。作为最后的补偿，我免费送你一个线索。8年前你出车祸被送进附属医院的那天，我正好在急诊科实习。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急诊大厅见过乔氏集团的赵副总。雨涵，今天下午我去见顾冉冉，他交出了这一段赵副总的通话录音。录音里证实，沈宇辉那个虚假项目的启动资金是赵副总通过乔氏的关联账户暗中输送的。他故意做局，就是为了拖垮我的资金链。他这是想通过你的危机来消耗乔氏的资源，最终逼我下台。不仅如此，录音里赵副总还提到了8年前我的那场事故。他说医疗尾款他已经抹平了，必须让我忘得干干净净。而且王玉涵刚才告诉我，8年前我出车祸那天，赵副总就在医院现场。副总就在医院现场。这么大的事，你下午为什么不告诉我？就一个人带着律师去见顾冉冉？对不起，我当时只想尽快拿到证据，不想让你分心。叶璇，我最怕的不是顾冉冉，也不是赵副总，而是你再次瞒着我做决定。我明白了，保护不是替你做选择，我保证以后涉及乔氏和家庭的任何事，我们共同决定，共同面对。明天一早，我们去公司，我要全面后勤财务线的异常审批权限。你带着律师，我们一起核查乔氏资金和8年前的事故档案。好，是时候让赵副总付出代价了。查清楚了。查清楚了。赵副总不仅长期向沈宇辉的关联公司拎放城南项目的机密信息，甚至连8年前你车祸后的高昂医疗费用，也是由他名下控制的一家咨询公司代付的。他利用顾冉冉接近我，借沈宇辉的手给我提供高风险项目，等我情绪失控，资金链断落，自然会不断拖累你。他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终目的就是迫使乔氏董事会对你失去信任，从而更换管理层。证据确凿了，现在报警抓他吗？不能立刻打草惊蛇。赵副总在公司经营多年，如果直接动他，他手下的利益集团可能会销毁更多核心数据，甚至直接让几个正在进行的项目停摆。露娜，立刻通知 IT 部，秘密备份公司所有服务器数据，同时暗中冻结赵副总分管的3个关联账户的审批权限。另外，帮我联系第三方审计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的合规川原，我要在内部程序上把他定死。权限被崩解了，这丫头反应这么快。老李，情况有变，他疯了，他正在挪用城南项目的资金，我们必须立刻行动，提请召开紧急董事会。乔总，赵副总以5名股东联并为由，提前启动了紧急董事会程序，要求在下午3点开会，议题是罢免您的总裁职务。狗急跳墙了，那就让他看看乔氏的董事会到底是谁说了算。各位股东，市集从权。这是城南商业地块的最新财务风险评估。乔总为了填补她丈夫公司惹出的烂摊子，导致城南项目资金链严重告急。作为乔氏的老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的基业毁于一旦。我提议立刻暂停乔雨涵的总裁职务，由董事会重新接管城南项目。这数据如果是真的，那乔氏的现金流确实危险了。乔总，你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赵副总，你提供的这份报告数据来源是哪里？为什么没有经过财务总监的复核签字？这属于紧急核查，走正常流程来不及。既然你要看真实数据，那大家请看，
这是今天上午由乔氏财务部汇总的城南项目资金流转明细，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填补私人窟窿。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数据公正，我已经向董事会合规部提请了第三方审计介入。在审计结果出来之前，我要求暂停任何关于管理层变动的表决。叶总，沈宇辉关联公司的资金流水证据以及赵副总涉嫌利益输送的电子版文件，我已经在线发送给乔总的助理露娜了。好，我们不急，让雨涵在前面主导，到了现场我们只负责提供第三方证据补充。乔总，你这是在拖延时间！各位股东，我们现在就举手表决。各位董事，这是第三方审机构刚刚发来的紧急核验结果，以及合规部收到的关于赵副总涉嫌职务违规的证据通报。这是构陷！乔雨涵，你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竟然伪造合规部的通报！赵副总，第三方审计机构是董事会共同认可的独立机构，合规部的通报也是基于确凿的电子流转证据。各位，刚才屏幕上展示的是赵副总在过去3个月内违规绕更长程序，向外部非合作账户进行异常资金审批的记录。至于城南项目，乔氏的资金链非常健康，我们已经做好了完整的风险隔离方案，绝不是个无底洞。乔总，玄景传媒的叶总作为第三方证据提供人，在门外等候，请他进来。各位董事好，我是玄景传媒的叶璇，这是玄景法务部在处理永恒资本违约案时顺藤摸瓜查到的补充证据。文件中包含了永恒资本沈玉辉的关联公司与乔氏部分隐秘账户的资金流水对调，同时这里还有一份相关人员提供的录音证据，证明赵副总长期利用信息差向虚假项目输入乔氏的商业机密。老赵，你竟然真的在挖公司的墙角，你这是在拿牛市的百年基业开玩笑！基于目前的重大违规嫌疑，作为乔氏集团总裁，正式向董事会提议，立刻暂停赵副总的一切职务及系统权限，启动全面的外部专项审计，涉嫌违法的部分移交相关司法程序处理。复议必须严查。叶璇，你以为找回那8年的记忆，对你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吗？叶先生，结合你8年前的旧档案和近期的检查结果，基本清晰了。8年前的那场车祸导致你脑部受到撞击，曾出现过短期的记忆认知障碍，而你最近那次晕厥诱发了旧症复发，导致你的记忆出现了逆行性退会，认知停留在21岁。医生，那他这8年的记忆还能恢复吗？这是医学上的解离性日忘，随着神经压迫的缓解和熟悉环境的刺激，部分记忆是有可能逐渐恢复的。这是医学上的解离性遗忘，部分记忆是有可能逐渐恢复的。叶璇，你以为找回那8年的记忆，对你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吗？叶老弟，这位是永恒资本的沈总，沈总手里可全都是稳赚不赔大下项目，你们年轻人多亲近亲近，以后前途无量啊！阿璇，我们大学那么多年的感情，你连这点忙都不肯帮我吗？只要你签了字，我就能拿到那个代言了，求求你帮帮我吧！哭什么哭，烦死人了，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爸爸别摔我的玩具，乐乐害怕。这笔违约金快到期了，明天我先把个人的那笔理财赎出来，先替他把窟窿填上吧。签吧，只要能帮那个逆子把债还清，不拖累于涵和孩子，咱们老两口住哪儿不是住？造孽呀！我们这是造这不是别人占据了我的身体，那些混蛋事全都是我自己做的。他们利用了我的急用进进，但每一次错误的抉择，最终按下手印的都是我自己。于涵，我想起来了，这8年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这是我已经签好自离婚协议书，我总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我现在知道伤害是真实存在的，我不会再用乐乐或者用我改了这种话来绑住你。是否继续这段婚姻，完全由你决定。伤害确实存在，但你这段时间承担责任的态度也是真实的。叶璇，我们先给彼此6个月的时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作为2个成熟的成年人重新认识一次。6个月后，我们再做最终的决定。好。爸爸，你今天早上答应要带我和妈妈去吃那家新开的披萨店，还算数吗？算数，以后爸爸答应你们的每一件事都算数。关于赵某涉嫌商业间谍及职务侵占的相关证据已正式受理，进入司法程序。